发小是恋爱脑晚期，上辈子为了证明她对她男朋友是真爱，割腕放血煮汤药，婚前怀孕非得要，小三上门哭得嗷嗷叫，事后渣男三言两语就哄得她愿意3个人把日子过好。我为她操碎了心，一直试图阻止她的脑残行为，可后来渣男抛弃她后，她却对我怀恨在心，认为是我毁了他们之间真挚的爱情，约我出来，将我从山上推了下去。再睁眼看着他忍痛割腕，我笑了。这辈子我再管他，我就是屎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李运吃了我煮的药，一定能够好起来。我睁开眼，就看到了我那个恋爱脑绝症的发小划破手腕，往翻滚着的汤药里滴血。她满脸爱的奉献，好像已经能够想象到她男友知道这汤药里面有她的血会有多感动。你说是吗，天天？她回头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花，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。我忍下胃里的不适感，扯起了微笑。那是当然，这里面有你对他的真心，他一定能够感受到的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手机给李运短信，告诉他陈甜甜出事儿了。上辈子他叫我来的时候，已经放出了2小碗血，面如纸色。我急忙打了120，给他送到医院。大夫说是失血过多，幸亏送来的早，否则后果严重。我救了他一命，可事后她非但不感激我，甚至怨恨我，怪我让她男朋友吃不上药。她男朋友的感冒又延长了好几天，要不是你，李运又怎么会需要上医院去打针？喝了我的药，他早就会好。那个时候我不理解，有病当然要去医院看，喝了这带血的药能有什么用？但是当我说出我的想法，迎接的就是劈头盖脸的咒骂。后来让我大跌眼镜的事情更多，未婚先孕，死活都要留下孩子，我劝不住他，给他父母打了电话，最后受埋怨的反而是我。怀孕中，渣男带着小三登堂入室，他找我痛哭，可是不到3天，他就跟我说没有李运他就活不下去了，转身回家接纳了小三，让小三住进了他们家里。后来小三也怀孕了，李运不要她了，他仍然对李运死心塌地，认为他是有苦衷的。他满腔怒火对准了我，认为是我多次阻挠他对李运的奉献，才让别的女人有了机会。他更是为此残忍地将我从山上推了下来，直到滚落山崖的那一刻，我都不懂。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难道竟然真的比不上那腐烂的爱情吗？再看眼前陈甜甜这副痴情模样，我选择尊重个人命运。这辈子我再管他，我就是屎。我借口还有事，离开了陈甜甜的家，在楼下等到李运上楼之后，才安心的走了。毕竟要是陈甜甜在我走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说不清楚了。我在公交站等公交，就看到了一辆飞驰而来的救护车朝着陈甜甜家那个方向去了，想必是李运叫来的。果然有点脑子的都知道，失血太多会危及生命，而陈甜甜的脑袋里都充斥着粉色废料，生命又如何？爱情价更高。我打定主意这辈子珍惜生命，远离恋爱脑。所以3天后接起陈甜甜的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懵。孟天晴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为什么要给李运发信息？害得李运不仅没喝上我的药，还照顾我累倒了。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，所以要破坏我的幸福？他声音尖锐而刺耳，我把电话稍微拿得远了些，等到他发完疯才开口。傻甜甜，你为李运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得让他亲眼看见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更加的爱你？要不是他亲见看见，
后面照顾你的就是我。想起上辈子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，他使唤我使唤的理所当然。你不就是在家写小说吗？又不是上班，有的是时间，其他人都忙，哪有时间照顾我？再说了，是你把我送来医院的，你就得负责到底。陈甜甜吃饭必须荤素搭配，一不满意就会把饭扣在地上，喝水必须喝温的，温度不对就会大发雷霆，手腕稍微有一点痛就必须要找医生来看，医生要是来得慢了就要投诉人家。傍边病床的奶奶都偷偷问我是不是他家的丫鬟。我做了那么多，也就是看在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可是当我把他所有的要求都满足了，他还要怨我，是我让他住了院，让他不能在李运生病期间陪伴他。可李运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感冒，上医院打个点滴就好了。这边我刚说完我给李运发信息的用意，那边陈甜甜就哭了起来。可是李运为什么一点也不感动啊？他说我封建迷信，让我别整这些没有用的，还耽误他上班时间。我这明明就是为他好，他怎么一点都感受不到我对他的爱？呵，别说李运，是个正常人都感受不到。我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把电话挂了。我都能想象到他之后会说什么，无非就是这些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多管闲事，这些事情也都不会发生。我有听他说这些没有用的时间都能多码好多字了。没错，我是个小说作者，从小我比别的孩子就沉默寡言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我是个极度爱人。所以除了陈甜甜，我也没有别的朋友。大学毕业后，每日就是宅在家里，对着电脑疯狂码字，唯一的社交就只有陈甜甜。这也给了陈甜甜可乘之机，她总觉得我性格古怪，除了她，我没有其他朋友，所以她对我的好与坏我必须全盘接受。可是她完全想错了，我对她好是因为我这人善良仗义，是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一错再错，而不是我这人没有了朋友我就活不了，没有了他的干扰。这个周末我怒更10万字，当作我重生归来给读者们的福利。1个礼拜后的一个早上，我沉浸在梦乡之中，突然就听到门锁打开的声音，我一下子就惊醒了，脑中闪过好多猜测，入室抢劫、谋杀、见色起意。我悄悄地起身，然后顺手拿起了我的奖杯，站在了门后面，等歹人进屋给他致命一击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整个提了起来。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，我听到了一声怒吼：孟天晴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猛地松了口气，这声音我就算是死了都不会忘记。陈甜甜，唯一一个拥有我家房门钥匙还如此没有礼貌的人。我从门后走了出来，把奖杯放回了原位。一大早上扰人清梦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重生回来就把他有我家钥匙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，心里盘算着等他走了之后，我是换个普通锁还是智能锁。你还好意思睡觉？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李运喝了我给他煮的药大吐特吐，你不是说他吃了我的药一定会好吗？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就是看我过得比你幸福，巴不得我不好是不是？他面目狰狞地冲了上来，高高举起的手青筋暴露，看他的架势，他好像要打死我。我赶忙向后闪身，然后顺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听着他的尖叫声，我赶忙解释：有的话你得说明白，可不是我说他会好的，我只不过是说他会感受到你的真心。至于你的真心对他的病情有没有帮助，我可不知道。毕竟我也不是大罗神仙，眼看着他又要发疯，我问出了我心中的疑问。再说，
你上回不是没给他吃吗？”说到这，陈甜甜的眼中闪过一丝心虚。我出院之后，发现家里还剩了点血，我问了大师，大师说心诚则灵，我就心炖了药，加了血，然后制成药丸给李运喝了下去。我听的是目瞪口呆，陈甜甜是什么在世阎王？她这属于投毒了吧？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又开始发疯，看着打不着我，就冲着我的电脑过去。我昨晚上写的小说还没有保存，他抬起我的电脑就往窗户外面扔。不要！眼看着我一整晚的心血付诸东流，我的心剧痛无比，里面还有我好多的灵感和素材，我跟着一起跳下去的心都有了。我愤怒地看着他，他反而洋洋得意。我看你整天对着电脑打着那几个破字，脑子都锈住了，我来帮你通一通。我疯狂尖叫，掏出手机，利落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在他发愣之际，把他反锁在屋子里，等待警察来处理。派出所，我俩各执一词。我说他私闯民宅，还毁坏他人财物，他说我非法拘禁。我俩吵得不可开交，谁也不肯退步。最后警察让他赔偿我电脑的损失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我也不愿意跟他掰扯，就同意了。他那边反而不行，不行，凭什么我赔偿？钥匙是他给我的，我不是私闯民宅。再说他还非法拘禁，他也有责任。警察被他闹得不行，然后说那就走法律程序吧。我看着警察同志一个头两个大，也不想麻烦人家，就在一旁说：“是啊，等你进去了，就得让李运来捞你，到时候李运恐怕更看不上你了。还有，要是闹大了，李运的妈妈爸爸知道了，啧啧。”果然，陈甜甜闻言脸色一变，算了，我赔还不行吗？我心满意足地拿着赔偿去买了新电脑。说实话，我之前那个电脑还是我大学时候买的，陪伴了我许久，感情深厚，但奈何性能不足，我早就有了换一个的想法。陈甜甜正好送上了门，除了白瞎了我昨天晚上的心血，但是一想到刚刚他拿出1个月的生活费的那种咬牙切齿的表情，我乳腺通畅，就算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我也认了。原先电脑的硬盘并没有损坏，我把一切都弄好之后，回到家我就联系了换锁的师傅，给我换，不能再让那个疯婆娘进了我的屋，要不然下次从楼上掉下去的就不是电脑，就是我了。我把门锁换了，把陈甜甜和李运的电话统统拉黑，我希望他们能够远离我的生活。可是时隔3个月之后，我的门又被敲响，透过猫眼看着熟悉的警察同志，我又懵了。我打开门，经过警察同志详细的解说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再来找我。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心里坚持着爱国家的理想信念，所以他们这回来找我，又是因为陈甜甜，她简直阴魂不散。陈甜甜的父母报警，说是陈甜甜已经失踪了2个星期，很有可能是被我拐卖走了。警察同志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我真的想高呼冤枉啊！我这2个星期除了扔垃圾，我都没出过门，更别说去拐卖陈甜甜。她那么大个人了，我还能把她拐卖了？但是警察同志说，鉴于之前我们之间有争吵，不排除有这个可能，希望我配合调查。我欲哭无泪，跟着警察同志回了派出所。一进门就看到了陈甜甜的父母，他妈看到我就冲了上来，手高高扬起，青筋暴露。我赶忙一个错步躲在了警察身后，我觉得那一巴掌能打死我。场面一片混乱，最后在警察的呵斥下，他才恢复了冷静，然后坐在地上就哭，说我从小就带坏他们家甜甜，叫陈甜甜回家骗钱给我，
又是我教陈甜甜早恋，让她考不上好的大学。警察看我的眼神立马就变了，真的冤枉啊！陈甜甜骗钱，那是因为她给她初恋买了球鞋，她早恋更不是我教的。我现在还是母胎单身呢，还教她？解释的话我说不出口，眼看着那边已经快把我说成海市最大的黑社会头目了，我赶紧打断了他。行了，阿姨，我大概知道他在哪。陈甜甜妈妈一脸果然如此的神色，我黑着脸，能在哪？她一个恋爱脑绝症，不在家就肯定在男朋友的家里。我带着他们找到了李运的住处，警察敲响门，果不其然，真的就是陈甜甜开的门。她看到我们一脸惊讶，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她妈妈哭得扑上去抱住了她，我的乖，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绑架了？受苦了，我的乖。我抱着手臂站在最后，警察看了我一眼，问陈甜甜，你父母报警说你失踪了，请问你和户主李运是什么关系？陈甜甜谈恋爱并没有让她父母知道，这个时候显然也不是个公开的好时机。她一脸尴尬地看着她爸妈，这是我朋友家，我来借住2天。她妈妈还想说些什么，陈甜甜赶忙打断，不信你们问孟天晴，她也认识李运的。所有人都回头看我，我冷笑一声，李运是她男朋友，她住在这儿是因为怀孕了。我这话犹如石子激起千层波浪。陈甜甜她妈妈疯狂大喊，不可能，她的女儿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而陈甜甜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好像在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事儿。呵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上辈子她也是大概在这个时间段怀了孕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闹掰，她哭着喊着来找我，说是怀孕了，心里害怕极了，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。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，顶级恋爱脑会无限地迁就男朋友，这保护措施肯定就是没做。我心里觉得这李运不是个什么好人，谈恋爱也就算了，结婚生孩子可是人生的大事儿，要慎重。我劝他人生的路还长着，不能因为这个孩子而决定一生的命运。可原本还在哭泣的他立刻炸了庙，你怎么这么残忍？他只是个孩子，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，你就让我打掉。我当时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不是他来跟我说，他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吗？我甚至都觉得自己幻听了，可他自己又被自己感动了，坚定的要留下这个孩子。我怎么说他都是不听劝，没办法。后来我给他父母打了电话，我想我的话他不听，父母的话总会有用吧。没想到更离谱的事情来了，他妈妈见到我之后，二话不说给了我一个大嘴巴，都是你把我们家甜甜教坏了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那么坏的人啊？那时候我只会躲起来自己偷偷的哭。过后陈甜甜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妈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她吧。现在想来，那个时候真是憋屈，她打我，我就应该打回去，她又不是我妈，凭什么打我呀？事情到这儿都没完，我以为他爸妈来了肯定就会让他把孩子打掉，谁知道他们见到李运就觉得这是个金龟婿，拿着孩子威胁李运必须结婚，要不就找媒体告他始乱终弃。李运倒是无所谓，他了解陈甜甜，就算是结婚也不会改变什么，利索地答应了。而陈家欢天喜地地准备婚礼，哪怕李运让陈甜甜签婚前协议，他们都高兴地签了。按他们的话说，等孩子生了，还怕李运跑了吗？等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，人俩婚礼都举行完了，再回到眼前的闹剧，我这回直接把事情挑明，有警察同志做见证，这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。
我本来就是个矮人，总有这么多人来找我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在警察的护送下，我安全地离开了他们家，剩下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但是我估计和上辈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毕竟狗改不了吃屎，人改不了贪财。我新开的一本小说名为《双生并蒂莲》，大概讲述了一对姐妹穿越到异世，互相帮助、互相成长的故事。上辈子也算是小火了一把，里面的两姐妹分别是以我和陈甜甜为原型，大部分的情节都是陈甜甜帮助我渡过难关，我俩一起成长，最后共享天下。这辈子我看到以前的存稿，我就想起上辈子陈甜甜把我推下山崖时候那张扭曲狰狞的脸，我干脆把小说里面有关她的情节全部删掉，换成了我自己在困境中不断突破自己，成为新一代女帝。而小说的名字也改成的重生之一枝独秀。我要像我小说中的自己活出个样子。小说刚刚上架就收获了很多赞赏，尤其是很多女性读者给我留言，永不服输的中国女人，大女主就是帅。对，让那些男的看看，我们女人帅起来就没有他们什么事儿了。小说的大火也让更多人关注到我，好几个制片方都联系我要买版权。我是每逢喜事精神好，感觉外面的阳光都灿烂了几分。我和制片方约好来谈一下版权的问题。刚走到咖啡厅门口，就看到陈甜甜和李韵从一家婚纱店出来。李韵满脸的不耐烦，陈甜甜在一旁小心讨好：“老公，你要是不愿意拍婚纱照，咱们不拍也行，我没有什么意见的。”他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，我想着赶紧错过他们，匆忙地走了2步。谁知道我刚踏上了台阶，就听到身后陈甜甜叫我：“孟天晴，你站住！”我想装作听不到，谁知道他竟然跑了2步，抓着我胳膊拉到李韵的面前，然后他挎住了李韵的胳膊，满脸骄傲地告诉我：“孟天晴，我和李韵订婚了。”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自信的光，好像在说：“你看吧，我都快要结婚了，你还没有对象，你肯定会躲在角落里哭吧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所以呢？”他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。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作为我以前最好的朋友，你连个祝福都不给我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我知道你羡慕我，你把我爸妈找来，不就是想搅黄我们吗？可惜你没成功，我马上就会得到幸福，你就回去躲在被窝里哭吧。”他说了一堆，我就笑着看他，等到他说完，我才淡然开口：“哦，那祝你幸福。”他想看到我失落、痛苦、悔不当初，可我偏偏对他的事毫不在意，这就显得他像个小丑一样。他脸涨得通红，身边的李韵却受不了他了，扒下他的手，转身就走。陈甜甜还愣在原地，再不追，你老公就走远了。我特意重音放在了“老公”2个字，他这才如梦初醒，快步跟了上去。“老公，你等等我。”我看着他们远去，冷笑一声：“颠婆。”这时候身后有人叫我：“天晴，我来晚了，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啊。”我转过身去，是约好了的制片人。我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”我俩相谈甚欢，我发现他真的很懂我，懂我的一些浪漫，懂我的一些情怀。他并不是因为我的小说火来找我，而是认真读过我的小说，真心喜欢我的故事。我当即决定就把小说的版权卖给他，根据协商，小说版权卖了200万，整整200万。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秦璐看着我高兴的样子，他也高兴。如果你之后有时间，可以来片场看看我们拍摄的过程。
如果能得到你的建议，那就更好了。我兴奋地点着头，我有时间，很多的时间。不久后，电影就开机了，剧组安排的酒店也给我留了一间。我见证了这个电影的诞生。电影杀青后，我就回了家里。刚进走廊就发现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坐在我家门口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请问你是谁？我礼貌地上前询问。呜呜，天天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居然又是陈甜甜。她现在应该有5、6个月了，肚子已经显怀，挺着个肚子就要扑向我，我的心脏都停止了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又要祸害我。我大声呵斥她：“停，就站那儿！”她愣在原地，满脸委屈，好像我是个恶人。我皱着眉头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老公呢？”说到这儿，她哇一下哭出来了。李运带了个小三儿回家，然后告诉他小三儿才是真爱，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和陈甜甜还没结婚，所以李运让陈甜甜把这孩子打了。陈甜甜不愿意，哪想小三干脆上门把门锁换了。甜甜，你不知道我这几天过得有多惨。我为了给李运生孩子，我把工作都辞了，这些天家里的花销也都是我出的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没有地方可去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我听到这儿，也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上辈子李运也只不过是带了人回家，并没有把他赶出来。想也是，这辈子没有我拦着，就他那些离谱行为，恐怕李运早就受不了他了。我妈撒着下巴点了点头，我猜的估计没错。陈甜甜看着我点头，就以为我同意收留她了，高兴的就要拉我：“快给我点外卖，我怀了孕，不能吃辣的，不能吃凉的，最好还是有营养的。你可不知道，为了等你，我可是饿死了。”我赶忙又后退2步：“哎，谁要收留你了？你离我远点，这走廊都是有监控的，你别想赖上我。可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”他眼眶中蓄满了泪水。哟，这个时候想起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了。你打电话骂我的时候，你忘了？你闯进我家，把我电脑扔了，你忘了？你妈污蔑我的时候，你忘了？上辈子你把我推下山崖的时候，你也忘了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了。陈甜甜，你已经是这么大的人了，你自己做的事情只能你自己承担。我不是你的谁，我也没有义务帮你处理这些烂摊子。更何况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是像你口中说的最好的朋友，还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跟班？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你的好坏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对你好，并不是因为你好，而是因为我足够好。至于现在，我不想对你好了，你以后也不要来找我了。我转手又报了警。我真的很不想麻烦警察，但是我不敢赌人性，尤其是陈甜甜所剩无多的人性。送走了陈甜甜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无论是这辈子还是上辈子，陈甜甜都是我欠的债。电影上映的那天，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了首映礼。我起了一个大早去做造型，没想到我又看到了陈甜甜。或许是命中注定，她就是我成功路上的劫难。我每一次有高兴的事情，我就一定会遇见她。这回我提前躲了起来，看着她那个肚子，我是真的害怕她会出了什么事。然后见我一身血，笨拙的身体走在路上，都没有人敢靠近。她上超市买了3瓶水，费力地拎着。等到有2个人走到她身边的时候，她甚至小跑了2步，把其中的2瓶水给了人家。我看着那2个说笑的男女，认出来这不是李运和那个小三吗？难道他们又像上辈子一样，3个人生活在一起了？上辈子陈甜甜知道李运出轨后，也清醒了2天，打算正式和李运分手。
哪想的他爸妈不让，说是李运这么好的条件不好找了，他肚子里有孩子，哪怕就算是李运有别人了，他也不怕。最后李运就像古代大宅门一样，有了个大老婆，还有个小老婆。如今看着李运和小老婆有说有笑的，陈甜甜这大房地位不稳啊，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陈甜甜能把日子过到这份上，也是没谁了。但珍爱生命，尊重个人选择，是我这辈子的宗旨。那么就只好祝她幸福了。首映很成功，电影得到了各方的好评，无论是剧情还有特效以及演员的演技都无可挑剔。随着电影的大火，我之前的沉寂的小说也再次走到了众人面前，很多制片人导演都盯住了我的小说，准备买我的版权。可是没等我高兴多久，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关于我小说涉及抄袭的帖子，里面详细的记录了我的小说里面的一些设定。不明所以的网友一边倒的辱骂我，说我是抄袭怪。秦璐打电话给我，问我需不需要找人把热搜压一下。我笑着告诉他不用，他还是很担心。我让他放心，就等这个博主更新，一切都会不攻自破的。果然，那个博主更新证据之后，就有人发现了端倪。不对呀，这些证据前面倒是还能对得上，后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小说里哪有一个叫甜甜的出现？这些都是天晴的剧情啊。是啊，这个博主还说小说是双女主，可是大大写的明明就是大女主文啊。就是造谣都不看原书的吗？我看时机到了，立马打包好我的证据，我要起诉陈甜甜。她好像脑袋里面有大炮，自己过得不咋地，进来霍霍我的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把她一击致命。陈甜甜收到传票的时候，又哭着喊着来找我，但是我没有开门。后来通过律师我才了解到，她是因为孩子没了，所以精神失常，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对方希望和解，并且出于人道主义，对他的惩罚也不会很重。我沉默不语。上辈子他是把孩子生下来了的，怎么这辈子孩子会没有了呢？法庭上他并没有出席，他妈妈坐在对面一直哭。休庭后他找到我，原来是那天李运和小老婆出去甜蜜了，没有带陈甜甜。恰巧陈甜甜的羊水提前破了，她一遍一遍地给李运打电话，希望生孩子的时候李运能陪在她身边。最后等到羊水都流没了，李运也没有接电话。那天要不是我去给甜甜送鸡汤，甜甜的命就没了。李运那个混蛋，知道甜甜的孩子没了之后，他就不想跟甜甜结婚了。在甜甜坐月子的时候，把甜甜的东西都收拾好，送来了病房。天天啊，你看在从小和甜甜一起长大的份上，放过她吧。他说着就要给我跪下。我看到窗外闪烁不断的闪光灯，轻轻叹了口气。阿姨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如果陈甜甜再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儿，我不会再放过她了。他握着我的手，不断地说着感谢。我并不是圣母，电影现在还在上映中。如果因为我的事情影响了电影，我对不起整个团队这么长时间的付出，更加对我之后的职业生涯有巨大的影响。这些是我2辈子好不容易才得到的，我不想因为一个陈甜甜就把这一切都毁掉。我本有心放过陈甜甜，但是他的恋爱脑残行为不知道是被谁给扒了出来，从小早恋、霸凌同学、未婚先孕等等行为，直接把他定在了耻辱柱上。再加上他造谣我抄袭的事情，无论是演员们的粉丝、我的读者还是路人，群起而攻之。之后又传出了他的精神状况很不好，需要全天有人看护。我看着这些报道，
倒是不可怜他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如今只不过是被人放在了明面。安静的日子过了没多久，那天我和秦璐约好要再谈合作，刚出小区门就接到了秦璐打给我的电话，他那边临时有事，今天见不成了。我挂掉电话，准备掉头回家，谁知道刹车竟然不好使了。我疯狂地踩着刹车，可是车子却失控了。前面是过横道的小孩，没有办法，我咬着牙把方向盘打死，车子直直撞向一旁的路灯，气囊弹出，我的头撞到了方向盘上。我在血光中看到了陈甜甜扭曲的笑脸，和上辈子她推我下山崖时候的表情重合。这辈子我难道又要死在他手里吗？再睁眼我就已经在医院，妈妈在身边陪着我，看到我睁眼睛，急忙去叫了医生。我这车是拿了版权费新买的，安全气囊什么的都是最高级的，再加上我当时开得不快，所以除了有些脑震荡，没什么大毛病。这回我真的不打算放过陈甜甜，我当下就报了警，甚至警察都知道我和陈甜甜的过节。仅仅用了半天就确定了陈甜甜就是在我车上动手脚的人。她妈妈来到医院恳求我放过陈甜甜。阿姨，我上次说了，只要是陈甜甜不再找我麻烦，我不会跟她计较。可是这回你也看到了，她想要我的命，我一次一次地放过她，可她一次比一次过分。这次我命大活过来了，那下一次呢？要是我死了，您给我偿命吗？甜甜，她并不是要故意害你。这段时间太多人骂她，她的精神状态也都不太好。你知道，她从小就是被教养长大的，她受不了这些。你看在从小和甜甜一起长大的份儿上，原谅她好不好？我紧皱眉头，刚想说什么，我妈推门进来。不好，你女儿精神不好，就要来伤害我的女儿吗？我女儿也是家里娇生惯养的，我看到她满脸的血，我这心里也跟针扎了一样疼。凭什么受害者还非要原谅凶手？你做什么梦呢？我妈满脸愤怒，颤抖的手指着陈甜甜的妈妈，我的眼眶一下就红了。是啊，我也是妈妈的宝贝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为陈甜甜的错误买单？陈甜甜的妈妈恼羞成怒，站了起来，她就应该原谅甜甜，要不是她从小带坏甜甜，甜甜会是今天的这个模样吗？她得为甜甜负责，无论甜甜对她做什么，她都是活该。两个妈妈厮打了起来，我连忙起身想去拉架，奈何头受重伤，一起来就头晕。我妈赶紧过来扶我。那边陈甜甜的妈妈一脸得意洋洋，还想讽刺我们。突然她的电话响了，她接起来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她的手机漏音，我和我妈都听到了。陈甜甜自杀了。陈甜甜留了一封遗书，里面一半是对李运不舍的爱意，一半是对我恶毒的诅咒。她父母到派出所闹，想让我给个交代，但是警察没有管他们。陈甜甜自杀的时候，我还在医院，还能是我动了什么手脚吗？最后，她的父母在网上公布了她的死讯，这场网暴也就此停止。哎，你不打算接受陈毅啊？那可是我们公司当红小生，就冲那个脸蛋儿和身材，不试试？秦璐靠在我身边打趣我，我摇了摇头。年轻人还是得自己奋斗，不能总想着走捷径。再说了，我对姓陈的有阴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